大嫂，谢二公子，怎么是你？我说，本该是我嫂嫂的人，新婚之夜不在我大哥那儿待着，来我这儿做什么？难不成你也喝多了？大小姐，怎么是您？菲儿，我还想问你家小姐呢？糟了，定是上花轿时弄错了。二小姐该不会去了世子爷院里吧？这是在等那头生米煮成熟时。前世也有这么一遭。出嫁前，裴锦渊叫我去续话，我喝了他给的茶便不省人事。再醒来，人已在花轿里。若非我察觉不对，及时换回去，大错一场。可换回来又如何？谢景川待我冷淡，我以为他性子清冷，后来才知他心里从没有我。10数年，我恭谨谦卑，克己守礼，侯府人人夸我贤德，背地里却笑我肚子不争气。直到我亲眼撞破他们在一起，原来这对狗男女早已背着我勾搭成双。我多年无孕，是他在我的膳食里加了避子药。长姐，你嫡女出身又如何？这侯门主母的位置本就该是我的。这侯门主母，我不稀罕。既然弄错了，换回来不就得了？大小姐，老夫人的院子，你带路。我？走呗。这一回，我不会再等。求老夫人替我做主。这位有点东西啊。岂有此理，简直荒唐！芷宁，你放心，此事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我定让静川给你个交代。禀老夫人，奴才赶到时，世子爷院里已经歇下了。什么？啊？这就歇了？孽障！让他们赶紧给我滚过来！长姐，你还有脸叫我长姐？裴芷宁，有什么冲我来？夫君，一切皆因我而起，长姐怨我是该的。他有什么资格怨你？读书人就是不一样，黑的都能说成白的。今日之事，还请老主人给我裴家一个说法。芷宁，母亲知道你委屈，可木已成舟，总得想个法子弥补。你才是我认定的儿媳，至于锦渊，只能委屈他做个妾了。母亲，住嘴！侯夫人说笑了，我裴家家风清正，断没有二女共侍一夫的道理。既已嫁过来，我也无颜再回娘家。我看，不如将错就错。啊？什么啊！臭小子，还不快叫夫人！我娘这模样，不像给我娶媳妇，倒像给我认了个祖宗。你可想清楚了？恒之他想清楚了。既然错嫁已成事实，那便不必再错上加错。你当真愿意？老夫人，芷宁只求一个体面。长姐，你何必这样赌气误急？赌气？二妹觉得我是在赌气。裴芷宁，你若有怨，世子，今夜之事，你最没资格开口。这嘴也挺厉害。既然如此，便将错就错。裴家大小姐入二房做还之正妻。是，母亲。这就定了？定了，还不谢老夫人？孙儿，谢祖母成全。还站着做什么？我去睡书房。站住！你可知道，我本该是人人羡意的世子夫人，如今嫁了你这么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这辈子都完了。你方才明明说我人不错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那我们和离？不如现在就勒死你省事。他果然凶残，
别冲动，那你想怎么着？谢景川和裴锦鸾早就暗通管语，今日换嫁也是他们一手促成。横竖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你呢？我能怎么办？人不愿嫁我还能逼着他嫁？大哥是世子，我拿什么和他争？命运是握在自己手里的，不去争，怎么知道争不赢？那我该怎么做？读书，考取功名。要不你还是勒死我吧。晚了，你我同在一条船上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今后我过的不能比裴锦瑜差。攀比心不能太重。我去睡书房。新婚之夜，你抛下我去睡书房，是想让我沦为整个侯府的笑柄吗？那我可以打地铺。哦，好歹也是个新郎官，怎么混成这样？你若再嘀咕，我不介意你去院子里睡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其实，你方才说我人不错，我还是记住了的。睡觉。欧斯真难伺候。传孙媳给老夫人请安。孙儿给祖母请安。戴夫人，请喝茶。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的身份不够格做侯府未来主母，这点你心里清楚吧？妾身明白，夫人。芷宁，娘知道委屈了你，往后这臭小子若有半点不好，你只管来寻娘，娘替你撑腰。爹替你揍他。你放心，有娘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以后揽月云缺什么短什么，只管开口。娘，闭嘴！总算消停了。今日读书了吗？夫人，大喜之日是不是该让人歇一宿？大喜之日是昨天。小姐，刘嬷嬷到了。小姐受委屈了。嬷嬷别急，坐下说。奴婢这2日细细打听了，老爷那边似乎早就知道换嫁一事。这可是小姐一辈子的婚事，老爷也太偏心了。裴家的事，慢慢来，不急。奴婢瞧着，府里人都当这事儿是二小姐自己闹出来的。可若没有老爷点头，哪能这么顺？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本事，以后裴府那边盯紧些，尤其是父亲和方姨娘院里。是。我没睡，我在读。哦，真的，我刚才是在闭目养神。那养完神了？差不多。那便继续。夫人，夜深了，得劳介和。你说的对，先把这页读完。这下总行了吧？明日继续。还有明日？自然。你以为功名是睡出来的？我现在觉得成亲也挺费命。谢兄，往日没看出来啊，你小子竟有大造化。有话快说，怎么样，娶了个天仙回家，昨晚没少偷着乐吧？你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？还偷着乐呢，我没躲被窝里偷着哭，都算我坚强。你听听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裴大小姐才貌双全，出身高贵，你还有哪里不满意？去，不说这个，比赛要开始了。翠翠，咱们能不能一雪前耻，就靠你了。你给蛐蛐取名叫翠翠，亏你想得出来。谢恒之，你给我滚出来！
无涯，替我照看好翠翠。都什么时候了？别打别打，先把话说清楚，说不清你儿子家。你背着我姐养女人，我养的是蛐蛐。哼，还狡辩！翠翠是什么？听名字就是个女人。得，今日又得记谢二公子账上了。我的翠翠，谁叫你给蛐蛐取这种名字？姑爷，小姐来了。疼吗？不疼。阿林，下手没个轻重，你姐夫脸都肿了。我以为他背着你养外室。回去告诉娘，我很好。去要些冰块。是。夫人。我错了，我今日没去读书，下不为例。敷着，免得明日肿得更厉害，难看。本来就难看，肿不肿的也无所谓。看什么看？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切！我之前嘱咐嬷嬷留意的事，如何了？小姐料事如神。您出嫁当晚，院里的二等丫鬟英伦果然去了趟方姨娘院里。平日里讨乖卖巧，没成想竟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没关系，且看看她能为她的主子做到什么。小姐，二小姐来了。她来做什么？炫耀自己抢了小姐的婚事吗？嬷嬷莫急，二妹这时候来找我，许是有什么要事也说不准。玉雀，将二小姐请进来吧。小姐，这边请。见过嫡姐。正值新婚，二妹不陪着世子，怎的有空来我这儿了？长姐，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。我知晓你心里怨我夺了你的婚事，可我也是没法子。好妹妹，告诉姐姐，是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，让你往我的茶水里下药，逼你同我换亲吗？那人是谁？我替你杀了他。瞧你吓的，我同你玩笑呢。长姐，是父亲逼我的。二妹妹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我也是父亲的女儿，父亲向来疼我，岂会这般待我？更何况我还是嫡女，他将你我换亲，除了惹人笑话得罪侯府，能得什么好处？长姐，我知道你不愿相信，可我也自食其果，落得这般境地，难道还会骗你不成？你仔细想想，若没有父亲准许，我岂敢在大婚之日瞒天过海，还进行得这么顺利？二妹妹，你说此事是父亲为之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他为何要这样做？我也是从姨娘那里偷听来的。父亲说，他在朝中地位水涨船高，陛下近几年对他多有不满，有心敲打。如若裴家与侯府成功联姻，恐怕会愈发引得陛下忌惮。但长姐与侯府的婚事自幼定下，没有转圜余地，所以恐怕只能委屈了长姐。小姐，二妹妹，多谢你提醒我，否则我怕是要一辈子蒙在鼓里。我也是心中有愧。二妹妹，你来我这儿只是为了提醒我。我想求长姐助我成为世子夫人。二小姐，做人可不能这样蹬鼻子上脸。我家小姐大度，不同你计较已是万幸，你可别得寸进尺。二妹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可没这么大的能耐。你不是和世子情意相投吗？求他可比求我管用。长姐向来聪慧，也知道只要有大夫人在，她便永远不会让我抬正。那是你的身份问题，大夫人但凡脑子没坏，也不会任由一个庶女成为世子夫人。长姐何必挖苦我？你我姐妹互为妯娌，相互照应，不比将来你寄人篱下，看世子夫人脸色过活强。你若执意，念在同为姐妹份上，姐姐我便给你指两条明路。这一嘛，你目前最大的阻力是大夫人，人吃五谷杂粮，难免身体有个毛病。若是大夫人一病不起，自是没那个闲心
再来操心世子的婚事。那第二条，妹妹不妨指望自己的肚子争点气，一举得男。正妻还未过门，妾室肚子便有了动静，这放在谁家都得掂量掂量，这样的人家究竟值不值得嫁？若还是世子唯一的儿子，那就更好了。我随口说说，二妹随便听听。至于要不要采纳，那就不关我的事。世子是特意来接我的。裴芷宁欺负你了？没有的事，长姐心里还怨我呢。怨你不是应该的吗？你抢了我夫人的婚事，她不怨你，难道还要谢谢你？二弟，你怎么跟你大嫂说话的？大哥记错了吧？我记得大夫人可没承认咱府里有世子夫人，我哪儿来的大嫂？那也不该这么和锦渊说话。大哥知道我向来嘴笨，我夫人被人背后编排，我还不能替她讨公道了？我这人护短的紧，往后这种没根没据的话，可别再让我听到了。你成了亲，也该收敛一些，不要成日无所事事。夫君，今日的书读了吗？读了。小姐，裴锦云回了东院后，在屋里坐了大半个时辰，后来叫人去厨房要了碗安神汤，让人盯着他院里的动静，有消息立刻来报。是。小姐，你给裴锦渊出的那2主意，他若真照着去做，侯府岂不是要乱了？乱了才好。卖乌龟嘞，2文钱1只。老婆婆，给我来2只。好娃儿跟大侠走喽！贤侄大驾光临，寒舍蓬荜生辉呀！夫人，父亲，岳父大人，好大的气性！好好的日子，父亲这是做什么？女儿不知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，引得父亲如此大动肝火。便是阿妮有什么过错，老爷何不坐下，好好与他说道？回门的日子还在门口，就叫他没脸，连累姑爷平白无故遭殃，岂不是让外人看了笑话？我养了个好女儿啊！这么多年的悉心教导，竟教出个与人私相授受的。这其中想必是有什么误会。妾身是瞧着大小姐长大的，大小姐绝不会做出这等糊涂事。是啊，爹爹，长姐什么品性，满宴中都有目共睹。这件事必是有什么隐情。父亲仅凭这个就断定女儿与人私相授受，甚至不愿听女儿解释，便直接定了罪。这还不够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若女儿说这封信并非出自女儿之手呢？从你房里搜出来，也是你的字迹，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？岳父大人这话说的。父亲且看，女儿平日用的纸都是诚心堂纸，这纸向来坚洁细薄，因着金贵，房里都是有定数的。这纸的确是诚心堂纸不假，但女儿还有个爱好，落笔前定要将纸浸以特制花香，香味浸在纸上，数月不散。这封信上无半点香味。许是放置时间久远，香味散了，也是有可能吧。若如二妹妹所说，放置时间久，为何这纸上的墨痕瞧着竟还是新的？世子博学多才，墨痕新旧
应当能够辨认吧？还请世子帮忙分辨，还我一个清白。新墨色灰而不黑，不比沉默质地硬。这墨痕的确是新的，且不超过1个月。这人模仿我的字迹，仿的的确以假乱真。若不是我知道自己没写过这样的东西，恐怕都要被迷惑了去。但百密尚有一疏，他忽略了一处细节。什么细节？夫君有所不知，我幼时学字贪玩，总也分不清绝和横字，写惯了，便有个小癖好，写太子表哥的名字，定要在绝字上多带一笔。这人怕是不知我夫人独特的小癖好，模仿也学不像。岳父大人，这下可满意了。父亲不必向女儿道歉，您打的人不是我。长姐，父亲已经知道错了，想来姐夫也不会同父亲计较。二妹妹倒是大度，挨了打的是我夫君，你一句不计较，便轻飘飘接过了，倒是会慷他人之傲呢。你一个做女儿的，同自己父亲斤斤计较，像什么话？想来是巴掌没落到自己身上，世子不知道疼。父亲一向赏罚分明，公正不阿，知晓自己做错了事，怕是要愧疚的晚上睡不好觉。我这个做女儿的，也是为父亲着想呢。既如此，是为父误会了你。岳父大人，我只是皮肉受点损伤，不打紧。可仅此一遭，我夫人心里怕是委屈得很。去看看刘嬷嬷怎么去了这么久。小姐，奴婢来了。刘嬷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爷夫人，小姐出嫁那日，奴婢亲眼看到这丫头鬼鬼祟祟出入小姐房间，奴婢觉得她行迹可疑，便偷偷跟了上去，眼睁睁瞧着这小蹄子去了方姨娘宫里。方姨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女儿院子里的丫鬟，何时与你这般熟熟了？老爷夫人，妾身冤枉啊！父亲、母亲，姨娘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夫人，妾身不过是听闻璎珞姑娘手巧，打的络子好看，便请她过来请教一二罢了。夫人，您这可就误会姨娘了啊！姨娘一心记挂着大小姐和二小姐寝食难安，便想着替他们打个如意结，求个平安顺财，整整熬了2个大夜，总算赶着回门这日完工。您瞧瞧，这是给大小姐的，姨娘一心为着大小姐，哪里会害她呢？您这是在诛姨娘的心啊！璎珞，透着你来说，小姐，是奴婢鬼迷心窍，奴婢错了，求小姐原谅奴婢吧。你是鬼迷了心窍，我这般信任你，你却将我的信任变成刺向我的利剑。我是真替你惋惜，你做出这等卑主的事，我容不下你，你身后的人难道就能容下你吗？老爷夫人，这些首饰是从这贱婢屋子里搜出来的。她一个2等丫鬟，便是咱1年也买不起这样名贵的东西。这只红宝的头钗，我怎么瞧着方姨娘簪过？这不是我前几日丢的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英灵姑娘，我没想到你竟是这样手脚不干净的人。方姨娘，你背主又偷窃，这样的丫鬟我裴家容不得，直接发卖了。小姐，奴婢知道错了，小姐求您救救我，奴婢真的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你我主仆情谊已尽，你求错人了。认命。让2位贤婿看笑话了。哪里的话，托岳父大人的福，不然我哪能见到这样的热闹。夫人，宴席我与阿宁和他夫婿有些话要说，
过会儿才开席，老爷和世子自便。小婿有些问题，想向岳父大人请教。那便去书房说。好孩子，脸还疼吗？岳母大人多虑了，我皮糙肉厚。阿宁这孩子从小是我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本来担心她嫁了人受委屈，有你护着，我算是放心了。阿玲，带你姐夫出去转转，认认路。我带他？你是主人家，他是你姐夫，不应该吗？应该。辛苦小舅子了。阿宁，苦了你。这是好事，娘今日也瞧见了，谢晋川那人并不值得托付终身。这么多年，他偏宠方氏我可以容忍，但他万不该将你也算计进去。你这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就把什么都自己扛着了？你放心，方氏的事娘自有打算。累了。谢盈之，今日的事，谢谢你。举手之劳。今日去把抬到东院库房的嫁妆抬回来。小姐放心，册子奴婢已经核对清楚了，东院库房里压着的那批首饰整整少了2成，头面4套，宝石若干，全在里头。拿着册子去，一件一件对，少一件都不行。是。小姐，大夫人那边会不会不给？她若敢扣我嫁妆，便是她的不是了。刘嬷嬷，这是做什么？奉我们小姐的命来取嫁妆。嫁妆都好好的，二少夫人急什么？劳烦嬷嬷让开，我们小姐说了，侯夫人行事光明磊落，必不会私藏半点。既如此，嬷嬷让我们进去对一对，也是应当的。进去便进去，仔细着些，别碰坏了东西。头面4套只剩2套，另2套被换成了成色差了1截的替代品。嬷嬷，宝石也少了，少了7块，全是上等鸽血红。嬷嬷，这些东西去哪儿了？许是入库时弄混了。既是弄混了，那便劳烦嬷嬷去告诉侯夫人，叫她把弄混的东西找出来还给我们小姐。好大的胆子！区区一个庶房媳妇，竟敢这般张狂！夫人，那批东西还回去，给我还回去，一件都不许少！小姐，一件都没少，全回来了。您都不知道，奴婢拿着册子一一核对的时候，侯夫人脸都绿了。嬷嬷办事，我自来是放心的，都归拢到库房里吧。二夫人那边倒是敞亮，早早便辟出了一间库房，专门给小姐放置嫁妆。要是只有一把，握在小姐自个儿手里，这倒是省了不少麻烦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这才多久，夫人就打算给世子娶妻？那还能有假？我那老姐妹在夫人院里伺候，她亲口说的。你想想看，自打世子纳了裴姨娘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夫人能不着急吗？这倒也是。若世子夫人分奏了世子的进门，裴姨娘最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。听说你那侄媳妇怀上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可不是嘛，多亏了之前的老道术给的偏方，大夫说这一胎极有可能是个儿子呢。什么偏方这么管用？我也给我那儿媳试试。侯府下人便是这般，躲着脚主子舌干。若叫大夫人知晓，有你们好果子吃！裴姨娘饶命，奴婢们再也不敢了。两位嬷嬷莫急，此事我可以不与你们计较。不过，我想知道那个偏方是什么。小姐，成了，尾巴处理干净了。小姐大可放心，奴婢已给了那嬷嬷一大笔银子，过几日她便要回老家照顾她的小孙子了。辛苦嬷嬷。张姐，我的孩子还未出生，便没了父亲，孤儿寡母，将来恐遭人欺辱。求你将这孩子记在你名下吧。你妹妹本就不义，为母则刚，她为腹中埋儿做打算，也情有可原。夫君是答应了。谢炫之去得早，作为兄长，能帮衬的自然应当帮衬。母亲不会答应的。母亲那边，我
我去求睡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只是有些头晕，世子别担心。既是身子弱，那便好好待在院子里，少出来走动，省得磕了碰了，还要赖在别人头上。母亲，锦园自幼体弱，许是真有不适，您何必太过苛刻？我苛刻？我看你是猪油蒙了心。既然身子不适，那便请府医过来瞧瞧，究竟是个什么毛病。妾身听夫人的。张大夫，你可要仔细瞧瞧，看看裴姨娘究竟出了什么毛病。你如实说便是。回夫人，回世子，姨娘脉如走珠，往来流利，这是有喜了。世子，我们有了孩子，这个孩子留不得。夫人，妾身知道您不喜欢我，可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什么都没做错，求您放他一条生路吧。锦园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母亲要罚就罚儿子吧，不要为难锦园和他腹中的孩子。旁人的言论有那么重要吗？儿子只知道大丈夫抚养天地，无愧于心。若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护不住，那才真是让人贻笑大方。世子与二妹妹这般伉俪情深，倒是叫人好生动容。既如此，大夫人何不成全了他们二人？是啊，大嫂，毕竟孩子是无辜的，那可是活生生一条命啊。好了，你早不做打算，如今木已成舟，还闹什么？母亲，孩子留下来，至于其他的事，以后再说。你就不伤心？好歹也是前未婚夫，跟自家亲妹子有了孩子，你非但不难过，看上去竟然心情还不错。这是喜事，伤心做什么？我上个月才支了一笔银子，这还不到1个月就花完了。正是。我来找娘说会儿话，你们先聊，我不急。二夫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如今裴姨娘有了身子，各处都得仔细些，宫中一时周转不开，这才想着先从您这儿支些。等等，我没理解错吧？薛总管这是来向母亲讨银子了？侯府何时落魄成这样了？二少夫人有所不知，侯府历来都是如此，在您尚未嫁过来之前便有这样的传统，更何况这事二夫人也是同意。历来如此，便是对的吗？我还从未听说过哪家高门大户的开销是出自儿媳的嫁妆。那薛总管以后不必来了。二少夫人，若是谢老夫人有需要，二房孝敬一二也是理所应当。可花二房的钱去养世子的孩子，我倒想问一问，世子究竟知不知情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既如此，小人先告退了。方才只您僭越了，母亲勿怪。好孩子，娘知道你是为了二房好，哪里会怪你。说来也怪我们做父母的不争气，否则哪用得着看别人脸色过活。母亲的良苦用心，我斗米恩生米仇，当您习惯性的付出，那便会被旁人视为理所当然。我认为二房并不欠大房的，夫君能否成才，最关键的在他自身。我们固然能为他铺好路，可走不走得远，还是要看他自己。可若大嫂那边心存不满，该当如何？大夫人是要脸面的人，即便心存不满，她也只能往肚子里咽。裴芷宁当真这么说？一字不差。二少夫人言语间分明没把夫人您放在眼里。裴芷宁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打我的脸！夫人且消消气，若是气坏了身子，传了出去，岂不是让她看了笑话？嫁给一个庶妇，当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裴芷宁一个丫头片子和我斗，还嫩了点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又怎么了？醉香楼那个云秀死了，金兆尹已经封了楼，昨夜在场的人都在查。查就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昨夜你大哥也在醉香楼，金兆尹那边已经查到了，说当夜在场的贵客只有2位，一位是世子爷，另一位是谁？是什么？我昨夜在家。我知道你在家，可醉香楼那老鸨说，当夜来的那位公子与你身量相貌相仿，还报了你的名号。小姐，金兆尹放消息了，当夜醉香楼的贵客，一位是世子爷，另一位说是谢环之。外头流言已经传开了，说姑爷与那云秀有旧，昨夜2人起了争执，姑爷失手。昨夜他在家，奴婢知道，可外头不知道。去把昨夜守夜的婆子都叫来，让他们把昨夜的事一字不差记清楚，备好口供。小姐，这事儿是有人故意攀欠姑爷，拿着谢恒之的名后去醉香楼留下把柄，这事儿
和大房脱不了干系。夫人，我真的没去。我知道。昨夜守夜的人各有3位，口供都在这里，你拿着去京兆尹当面说清楚。幸好我昨夜没出门。我亲眼见着我儿子昨夜读书读到3更。够了，修堂择日再审。还好你昨夜没出去，不然这事儿可就说不清了。夫人，这口供来了这样快，怕是二少夫人早就备好了。倒是个厉害的。二少夫人，侯夫人请您过去一趟。芷宁，京兆尹那边虽说没定罪，知道了。你也是明白人，侯府这摊子如今里里外外都要打点，这银子嘛，你嫁妆丰厚，顾家那边底子又厚，这回还望你们二房能帮衬帮衬，都是一家人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数目不多，先把眼前这关过了，日后侯府缓过劲儿来，自然短不了你们二房的好处。父亲母亲，您二位说的帮衬，不知是个什么章程？帮衬多少，总得有个说法，否则我回去也不好同夫君开口。再者说，前几日薛总管来找母亲讨银子一事，总觉得这般下去不是长久之计。大房二房毕竟是2家人过日子，账目混在一处，将来难免生出嫌隙，倒不如趁早分清楚，各过各的面上反而更好。看您二位，看分家是不是两全其美？裴芷宁，你说什么？分家？母亲没听清楚。好大的胆子！分家这样的事，也是你一个小辈能开口的？母亲教训的是，所以此事我做不了主。只是母亲方才开口，要二房拿银子出来帮衬侯府，这样的大事也需回去问过夫君。既然都要问过夫君，不如一道问了，也省得来回跑。芷宁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侯府但凡还撑着一日，二房便是侯府的二房，分家之事休要再提。父亲侯喜只是圈下难处，二房自然愿意尽一份心力，可一家人过日子总得有个规矩，银子拿出去容易，轻易动用，拿回来难。嫁妆是父母所赐，不帮也是本分。说来儿媳正好有一事，想趁今日一并说清楚。这是二房这2年来贴补宫中的账目，便合计下来，约莫有6万两出头。儿媳不是来讨债的，这些银子认了，一文不提，只是往后嘛。二房实在是力不从心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现在父亲母夫人都在，不如就把分家的事定了吧。二房另立门户，往后各过各的。裴芷宁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大嫂，这账册上的数目我可以一一对证。若大嫂觉得有出入，咱们就请族中长辈来坐坐，把这些年的账一笔一笔算清楚，如何？老二家的，你们当真想清楚了？老夫人，媳妇想清楚了。罢了，既如此，就分吧。父亲，侯府田产铺子划出3成给二房，祖宅另辟一处院子，2房互不干涉，就这样吧。多谢老夫人。行啊，一步到位。还不是托夫君的福。早就该出去了。唐宁，咱们搬出去，娘出钱置办，娘有的是钱，绝不委屈了你们。娘放心，宅子已经备好了，弃址在这里。城东3进的院子，这是哪里来的？我的嫁妆里有一处一直空着，正好用上。臭小子，你娶了这个媳妇儿，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。娘，那几盆花真的也要带走？要，这是我亲手种的，凭什么留给他们？娘走的比我还快。这宅子真不错。相识还有3个月。有件事我想告诉你，我14岁那年，我就压了大哥一头。陈机主亲自来府里夸我，说我是难得一见的天资。那之后没多久，大夫人把我叫去了她院里，她告诉我，若我继续读书，继续压着大哥，她就让我娘从此卧床不起。我那时候才14岁，我爹是个闷葫芦，我娘护不住我，我也护不住她，所以我变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纨绔。现在我有能力保护我母亲了，
阿宁，我要考解元。好。让人盯着那边。是。小姐，姑爷今日在书房里待了一整日。这是世子爷特意送来的，说是给二少爷备考用的。有劳了。小姐，补品里头加了东西，是利眠的药粉，吃了3日之内都会昏昏沉沉。把2盒东西扔了。去告诉小厨房，这几日二少爷的饮食一律从咱们自己的灶上备，外头一概不许进门。是。今日早点歇着，我明日必拿解元。我相信你。解元，透明解元！你说什么？解元，透明！这不是镇北侯府那个二少爷？不是说他考了3次都没考上吗？你没听说？早分出去立户了，这回可是头名解元。当年那些笑话他的，这会儿脸不疼吗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裴锦渊怀孕一事逐渐让戴夫人起了疑心，去给裴姨娘重新诊脉。上回把脉，便觉胎动异常。她怀着身子，何必紧逼？好，那就再等等。不好了，夫人出事了！大夫，快去叫大夫来！夫人中了毒，若再晚些，封锁厨房，逐一排查。是裴姨娘吩咐奴婢的，她让奴婢把东西悄悄加进夫人每日的补汤里，只说是补身子的药材，不许奴婢多问。世子我没有，是他诬陷我。够了，让大夫重新给他排脉。回老夫人，姨娘这脉象并无喜脉。世子，我真的有孕，是大夫诊错了。诊错了，那便再请一位大夫来。回老夫人，姨娘并无喜脉。把他叫来。夫人，我一时糊涂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受罚。毒妇，拖出去。听说侯府那庶妾假孕害主母，手段也太毒了，这侯府的脸面算是丢尽了。老夫人发话，念在你到底侍奉世子一场，不赶尽杀绝。城外清灵庵素来清静，往后你便在那里为侯府祈福吧。裴景渊的事刚过，花魁命案又有了新进展。当夜在场的是谢景川。谢景川带着小厮用的化名，谢景川与云秀起了口角。得知真相的镇北侯在书房里坐了整整1夜，废世子的折子是镇北侯亲自递的。消息传开，朝中哗然。堂堂侯府世子牵连花魁惨死案，又出了个假孕害主母的妾室。谢景川废去世子之位，降为庶人，禁足侯府，无旨不得出门。喜报，恒之少爷上榜了，是从四品。从4品，我儿子从4品，好，去吩咐厨房，今日多添几道菜。是。谢大人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初入大理寺，头1个月，谢恒之接连破了3桩羁押旧案。第1桩是2年前的一起灭门案，第2桩是伪造官文的案子，第3桩是陈年悬案，死者身份成谜。谢恒之凭一个残缺印记查出了死者来历。
不错。大人过奖。谢魂之，谢魂之，宣他来见朕。是。起。你就是那个考了3次都没考上，后来一举拿了解元丸的？是。哦，你看看。陛下想让臣查这件事，朕想听听你的看法。行，这案子交给你。臣遵旨。三皇子难道要谋反？小姐不担心吗？夫人，皇帝召见我了。他交给我一件差事，与三皇子阴郁有关。担心有什么用？不如信他。谢欢之，你做得很好。臣分内之事。谢强之升任大理寺卿，赐金赐宅。皇上，臣斗胆向您讨个赏。你说，臣的夫人自从嫁给臣，受了太多非议。臣想给夫人请封诰命。准了。奉皇后懿旨，大理寺卿谢仙之妻裴氏，贤淑端庄，左夫有功，特封3品书人，赐诰命，钦此。臣父谢恩。阿宁，诰命，你有诰命了。我可能喝不了那么多。没事，我喝。这酒不烈，口感微甜，你试试。不急，先垫垫肚子。你相信吗？我是重活一世的人。浴火重生，寓意不错，干杯。前世我嫁给了谢晋川。你接着说。上辈子你娶了裴锦渊。不是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不仅娶了她，还眼睁睁看着她和谢晋川在我眼皮子底下暗通此层，眉来眼去？倒也没有。成亲第3年，你就意外离世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不仅被戴绿帽，而且早死，留下个孩子还不是我自己的？听起来好像是很惨。我也有一个秘密，我来自另一个世界，距离现在大概有几千年。几千年？几千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那里没有王朝更迭，没有侯府规矩，男女地位相同，女子也能独立门户赚钱养家，谁也管不着谁。待此间事了，我便带你去看那东海苍冥，西域流沙，